注意看，这个女人惨遭邪灵附身，她颤抖着把女儿叫到身边，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结果下一秒，这就是近年来最硬核的驱魔打片。古老的驱魔仪式让所有人感到胆颤心惊，尤其是老太太诡异的笑声，更是成了那些胆小者的午夜噩梦。驱魔不是因果关系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你的好友一起抱团观看。10几年后，翠花成了一名战地记者，为了探索这个神秘部落的文化，在网友的指引下走进一个叫拉伯卡的洞穴。可他并不知道，这里是当地的禁地，里面封印了许多恶魔，一旦进入就会被恶魔选中，成为他们的宿主，帮他们解除封印，走出地狱之渊。没过多久，翠花就感到身体不适，被突然出现的恶魔吓到在地。当他再次醒来后，已经被一位大叔绑了起来，囚禁在一间画满符咒的房间内，然后在他周围洒满圣水。其实大叔并不是坏人，之所以将他囚禁起来，是因为翠花擅闯拉伯卡禁地，现在怀疑他沾染了污秽。随后一个女巫出现，很快就感应到恶魔的存在，走出房间后，让大叔将一桶羊奶灌入到翠花口中，因为羊奶属圣洁之物，是恶魔最讨厌的东西。这样做也是为了帮他镇住体内的恶魔。可翠花却浑然不知，还以为自己被带到了缅北地区。直到第二天表妹的出现，让他终于看到了希望。结果表妹不但没救他离开，还将他臭骂了一顿，因为表妹之前告诉过他，千万不要进入拉伯卡禁地。可翠花和小莫一样，天生就喜欢挑战自我，只要是粉丝提出的问题，都会尽可能的完成。最后表妹告诉他真相，那里根本不是洞穴，而是一个隐藏着无数恶魔的废墟。现在你已经被恶魔附身，只能靠女巫的驱魔古法才能赶走恶魔。可翠花是个无神论者，根本不相信恶魔的存在。趁表妹和大叔谈话时，赶紧向上司打去求救电话，结果没说两句就被大叔给发现了。为了防止翠花逃走，他们只好用铁链将其锁住，然后将一只大公鸡放在房间封住恶魔的走位。晚上翠花正在休息时，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偷窥自己。当他正要询问时，小男孩一句话也没说便转身离开了。You, huh? Little help? Oh, no English either. 第二天，翠花被他们绑了起来，开始进行古老的驱魔仪式。女巫在她身上涂满鸡血和橄榄油，大叔在房间内喷满圣水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女巫告诉他昨晚恶魔已经来过，这样做他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恶魔，只要知道对方的名字就能将其消灭。接下来你会看到恶魔的原型，一定要问出他的名字。What happens if I don't see it? Tú lo vas a ver. Tú lo vas a ver. 说完后，几人便离开了房间，因为接下来的环节需要他独自进行。翠花躺在地上瑟瑟发抖，无助的样子实在令人心痛。没过多久，一条黑蛇从窗户爬了进来，好像一道黑色液体缓缓地流向地面。翠花被吓坏了，开始大声求救，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很快，2条黑蛇就顺着肚皮爬到她的胸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叔突然出现，用麻袋抓走了黑蛇。女巫从她肚子上沾满鸡血，在墙上对应的蛇形图案上留下一个血手印，说明恶魔的身份和黑蛇有关。可翠花还是不相信自己已被恶魔附身，认为这些反科学的迷信就是愚昧无知的表现，只有鸡哥才是她最可信的朋友。晚上睡觉时，翠花感到身体不适，脑海中闪现出一些诡异画面，下一秒被子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拽走。翠花急忙上前查看，发现从里面渗出大量鲜血，掀开白布后，只看到血肉模糊的鸡哥。表妹听到叫声后立马跑了过来，为了让翠花相信恶魔的存在，直接将女巫的驱魔笔记交给她。晚上，翠花打开中央空调，准备了解一下所谓的恶魔。这时一旁的蜡烛突然熄灭，翠花以为被空调给吹灭的，可当她关掉空调后，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就连墙上的蜡烛也开始逐渐熄灭。似乎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自己，翠花赶紧拿出打火机上前查看，结果却被铁链限制了走位。第二天，翠花从窗户向外望去，又看到那个经常偷窥自己的小男孩。这时表妹拿着一个盒子走进房间，里面是外婆亲手做的玩偶，据说它可以抵挡恶灵入侵，也是她见过最好的护身符。这时翠花突然感觉双手失去了控制，用全力攥着手中的玩偶。就在两人一脸惊慌时，大叔端着一杯羊奶走了过来，翠花一口炫完后，开始对他进行第2场驱魔。这是驱魔古法中最血腥的仪式，被他们称之为心灵手术。只见女巫念出一段咒语后，直接将手插进翠花的肚子，一顿摸索后，从里面掏出一个黑色的肉球，将其切开后，发现几颗锋利的獠牙，将它们组合到一起后，正好和墙上的图案相吻合。女巫见状，立马展开第2次手术，这次居然从子宫里拽出一根黑色的尾巴。就当她即将把恶魔拽出来时，双手突然打滑，恶魔又成功钻回翠花体内。最终第2次驱魔以失败告终。经过这次痛苦仪式后，翠花体内的恶魔开始侵蚀她的心智，将自己所有的遭遇都怪到表妹头上，表示这一切都是她给自己埋下的圈套，不然她怎么知道自己会在山洞里晕倒。表妹看到翠花充满杀气的眼神，被吓得赶紧跑出了房间。翠花恢复正常后，突然看到一旁的玩偶诡异的动了起来，翠花果断扔出一只拖鞋，
原来是一只老鼠在背后作怪。可当老鼠准备跑进黑暗时，突然被一只血手拍成了肉酱，下一秒尸体又突然跑到翠花手里。尖叫声很快引来了大叔，翠花颤抖着指向黑暗的角落，说那里藏着一只恶魔。就当大叔慢慢向黑暗靠近时，翠花突然从背后偷袭，用绳子勒住对方的脖子。由于大叔年迈无力，很快就被勒晕了过去。翠花用钥匙解开铰链，准备离开，可刚走到门口，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挡住。原来女巫早在门口撒下食盐，形成一种屏障，挡住了恶魔的去路。翠花很就感到身体不适，直接从嘴里拽出一大滩头发。看到恐怖的一幕，她终于相信了恶魔的存在。这时女巫突然出现，告诉她这就是不按时喝羊奶的后果。明白这些人的良苦用心后，翠花主动向大叔道歉，两人冰释前嫌后，互相说出自己悲惨的往事。原来大叔的父亲也是一名驱魔师，不幸的是在一场仪式中被恶魔附身，母亲用尽全力也没能赶走恶魔，最后父亲为了保护家人直接跳河自尽。相对而言，翠花现在这种情况是比较幸运的，起码她提前就得知自己被邪灵附身。为了赶走体内的恶魔，翠花开始学习驱魔古法，主动和两人一起研究作战计划，还从笔记里得知附在他身上的是残缺死神波斯特基，他能让人充满黑暗，以痛苦为食，主要吞噬那些残缺的灵魂，只有利用残缺之人才可以将恶魔引出。大叔表示这是驱魔古法中最残忍的阶段，能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。翠花害怕发生意外，让表妹帮他录了一段遗言。录制结束后，第3次驱魔正式开始，女巫用血在他手上画出标记，然后在他脸上涂满橄榄油。翠花躺在法阵中央，大叔和表妹负责按住翠花的手和脚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女巫将钉子敲进古老的武器，同时翠花被标记的双手也被死死地钉在地上。现在翠花就成了残缺之人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她的痛苦作为诱饵引魔出洞。紧接着女巫吹响通灵号，翠花的身体开始不断扭曲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这种剧烈的疼痛感终于让她看到了恶魔。原来之前偷窥他的小男孩就是恶魔的化身。就在他感到一脸疑惑时，突然被恶魔划伤了眼睛。翠花刚向众人说出恶魔的身份，可他们根本没见过那个男孩。这时翠花终于明白，原来只有他才能看到恶魔的真身。随着一声怒吼，恶魔化成一股黑烟，想重新回到翠花身上。女巫见状，立刻用法杖上前制止。但双手不幸被魔力灼伤。感受到恶魔强大的实力后，女巫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再次念出驱魔咒语。很快，恶魔的心脏就暴露在眼前，女巫一把抓住，用最后一丝法力将其捏碎。最后，光明终于驱逐了黑暗，而女巫也因此献祭了自己的生命。大叔将其埋葬后，带着所有悲伤离开了此地。翠花体内的恶魔被驱除后，终于走出了房间。本来打算陪表妹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，没想到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居然从表妹眼中看到了恶魔的影子。原来女巫并没有驱魔成功，狡猾的恶魔又趁机转移到表妹身上。可现在2名驱魔师都相继离去，翠花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这时表妹决定让她帮自己驱魔，因为翠花看过女巫的驱魔古法，而且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个恶魔。就在2人争吵时，女巫的灵魂突然从身后闪过，鼓励翠花帮表妹驱魔，希望她成为自己第1代传人。为了完成女巫的遗愿，翠花带上所有法器，化成女巫的模样，直接进行驱魔古法的第3阶段。按照之前的步骤，将表妹钉在了地上，然后大声念出驱魔咒语。表妹在地上痛苦挣扎，发出惨烈的叫声，紧接着整个人倒立着飘在了半空。表妹无法忍受强大的痛苦，不断向翠花求饶，最终翠花心软，放下了驱魔笔记。法器上的钉子也自行拔出。恶魔的阴谋得逞后，果断化成一股黑烟喷涌而出，离开了表妹的身体，随后在黑暗中露出了原形。看到如此恐怖的恶魔，翠花立马认怂，丢掉所有装备，扑通一声跪在恶魔面前，假装献祭自己的灵魂。恶魔以为胜券在握，发出歇斯底里的话。就在这时，翠花一把抓住他的心脏。I'm a motherfucking bruja. 直接扔到表妹面前。表妹见状，迅速捡起地上的匕首，一刀火花带闪电刺破心脏，用物理驱魔彻底将其消灭。有了这次经验，翠花决定留在此地，成为新一代的女巫，防止恶魔逃出村庄。电影最后，村民又发现一名擅闯境的者，原来他就是前来营救翠花的上司。不幸的是，他也闯入了拉伯卡山洞，现在的状态和翠花刚来到这里一模一样。翠花以女巫的身份走到他面前，一眼就看出他已经被恶魔附身，一场新的驱魔仪式即将开启。How about we get you some milk?